从小到大，你有真心向往想要变成像他一样的人吗？我有哦。而这个目前我最想要成为他的样子的人之一呢，叫做岩田聪。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岩田聪如是说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长期有在关注我们频道或是有追踪我社群的观众们都知道，我从以前呢就是一个爱玩游戏，然后爱看动漫的宅宅。那说到游戏，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从小就喜欢玩任天堂的人，那你一定听过岩田聪这号人物。从游戏程式设计师出身的岩田聪呢，曾经担任过游戏公司 HAL 研究所以及任天堂的社长。对外呢，他不但是一位超级受到消费者欢迎、亲和力满分的社长，对内他也有很多经营公司的心法，在职场上面的人际应对技巧值得我们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岩田聪如是说这本书，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喜欢岩田聪的点，还有受到他哪些启发等等。岩田聪是谁？他在游戏界有哪些贡献？他对我带来了哪些影响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关姐，你看过韩国这种疯狂开箱频道吗？不要看它看起来很废很单调，这种频道其实超级无敌赚钱的。背后秘密呢是 YouTube 在测试的一个新功能，因为 YouTube 这几年很用力的在推 YouTube Shopping 嘛，让观众可以在看影片的时候看到什么喜欢的东西直接下单，连影片都不用滑出去。那跟这种韩国影片有什么关系？因为 YouTube 去年呢，他们在韩国测试这个新功能，就是创作者可以不用去跟厂商谈，直接在后台就可以选酷澎的商品，然后挂在影片里面卖，有卖到就可以直接拿分润，所以就出现了你看像这种专门主打开箱酷澎最红东西的频道，疯狂的发一堆 shorts 帮观众推坑，然后光是赚这个分润可能就赚饱饱。哇，这台湾可以用吗？目前是还没有完全一样的不过台湾也有 YouTube Shopping 的功能，然后就在你看影片的这个资讯栏或是频道的这个商店分页这边，一样可以不用滑出去就下单。那像我们的 Shopping 呢，目前是跟泽泽合作嘛，那如果平常喜欢探索这个募资商品，也欢迎到我们的页面去点选下单哦。这突如其来的业配。那这边先给不知道的观众简单的介绍一下岩田聪。岩田聪1959年出生在日本北海道，大学念的是东京工业大学的情报工学科。那在他的大学时期呢，这个个人电脑这种产品才刚开始发展，岩田聪就很常跑去池袋那边的电脑商场，跟其他会写程式的同好们交流，也因缘际会得到了在游戏开发商哈鲁研究所打工的机会。那因为岩田聪原本就很喜欢写程式，所以觉得在哈鲁工作很好玩。后来呢，不但转正职甚至还当上了社长，前后在公司待了20年。这段时间，他不但帮助经济一度陷入危机的哈鲁偿还了超过15亿日元的债务，还跟任天堂合作，一起创造了包含《星之卡比》地球冒险》、任天堂明星大乱斗系列这些经典的游戏巨作，被外界誉为是天才程式设计师。而在离开哈鲁进入任天堂本社之后，岩田聪也在2002年接任前部长山内溥，成为了任天堂的第4任社长，也是史上第一位非山内家族出身的社长。在任天堂工作了10几年，岩田聪除了有包含任天堂 DS 游戏机、Wii 等等的代表作，他也有参与像是萨尔达、超级马里欧、动物森友会等等系列游戏的制作。不过让粉丝们很难过的是，这个能力超强、人缘也超好的岩田聪聪哥，最后却因为罹患了肝胆癌，在2015年病逝，享年55岁。过世之后呢，包含了英国的金摇杆奖、美国的戴斯大奖，也都追溯了他终身成就奖，纪念他对于游戏界的贡献。那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对岩田聪的职业生涯有了基本的了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从岩田聪如是说这本书里面分享更多关于他在公司人际经营还有个人成长方面带来的启发。那首先我主要想要聊聊岩田聪作为企业经营者的部分，毕竟我自己呢也是这个大学毕业当完兵之后就创业了，所以对于岩田聪怎么样让一个企业稳定运作还蛮有兴趣的。那么首先在书里面岩田聪就提到，他觉得企业家在做决策的时候呢，不适合用喜好当做判断的标准，而是要用合理当做主要的考量。比如说呢，刚才有提到岩田聪原本是哈鲁研究所的员工，是后来才接任社长。那回到当时，哈鲁研究所其实是处在已经亏损10几亿日元、快要倒闭的状态。社长这个位置呢，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完全就是个死缺。但是呢，岩田聪却选择承担下来。那这种看起来有点违反直觉的操作，岩田聪却觉得单纯是因为这个职位由他来做最适合。当时他考量的点是，自己是大家公认开发部门里面能力最强的人，其他伙伴呢会因此比较信任他，愿意接纳他的指导，所以由他来做社长，对于公司整体会最有利。再来呢，就是岩田聪有提到，很多公司在摸索出一套可以获利的方法之后，就会一直重复同样的思维，继续的做下去。那虽然这样也没有不行啦，但他自己呢是会很在意公司面对变化的速度，也常常鼓励伙伴去思考，现在觉得不错的方法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毕竟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这个市场还有客户需求的变动都很快，所以他更偏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一直保持求新求变的态度，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必要的改革。那对于合理跟求新求变这两个点，我觉得蛮认同的是，我跟公司的合伙人陈翔在运作的时候，好像也不太会从讲究公平当做出发点，反而呢是会从更整体的角度思考说，这个东西由谁来做，对于公司的发展最好。那就以这个频道来说好了，当时呢也是考量到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开始在接一些演讲啊，对外开始有些曝光，而且团队伙伴啊，公司可能来来去去，所以大家讨论之后，觉得由我来当频道主持人，好像是最合理的一个选项。而至于求新求变的部分呢，我们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这样子的思维，更单纯只是想要多做一点点有趣又可以赚钱的事情。不过在公司持续运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觉得一直做一样事情有点无聊。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真的感受到现在资讯的变化太快，如果你把鸡蛋呢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突然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就蛮危险的，就会想办法去分散风险。那因为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不太会习惯帮自己贴标签，像是我们呢不会定位自己只能是一个 YouTuber 或只能是一个设计师，反而是有兴趣的东西都想要试试看，所以就会比较主动出击去争取新的机会，可能就会从中学到新的技能，有更多的收获。不过话又说回来应该很多人都会同意，我们在职场上面到底能不能够获得成长呢？很多时候除了工作本身带来的挑战另外一个影响最关键的因素，应该还是来自于身边跟我们合作的人。所以接下来呢，我想来聊聊岩田聪在工作场合跟同事伙伴们相处的人际心法。相信大家在工作的时候呢，多少都会有跟这个同事或是上司沟通不良或是意见不合的时候。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岩田聪有举例说，如果他在写程式的时候发现程式跑不动，那他就知道一定是他自己的问题，有哪里写错了。应用到人际沟通上面呢，他如果跟对方沟通觉得很困难的时候，那他第一时间也会回头反省，是不是自己的沟通方式不对，那是不是换一个切入点再试试看。总之就是尽量不要去检讨对方。那我觉得这种懂得反省的心态是蛮需要练习的，毕竟检讨别人通常都很轻松，而且骂人的时候呢都会莫名很爽。那如果你换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一直怪对方呢，对于达成目标根本没有帮助。因为如果对方真的很雷，那你根本连叫都叫不动。那如果问题根本就不是出在对方身上，怪他也更加没有用。所以我现在呢都会尽量把主控权找回到自己的身上反思一下自己能不能够多做什么，把事情做好，心情呢也会变得比较平静。而另外岩田聪也强调，他觉得一个好的工作者就要能够抛开阶级的框架，尊重别人的专业，对于每个人抱持着敬意。他举例说自己虽然是任天堂社长是大家的上司，但他也不是什么都会，所以在面对不同部门的员工时，他都会发自内心的佩服大家的专业。另外他也觉得，如果能够对这些拥有不同技能的伙伴抱持着敬佩的心，那即使发生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也会更有机会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发掘更多合作的可能性。那说到这边可能会有人觉得尊重或者敬佩这些词听起来好像蛮抽象的，不知道怎么样实践。那如果是我，好像会觉得，当我尊重一个人专业的时候呢，我应该会对这个人产生好奇心，想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厉害，想要观察呢他到底是怎么样做到的。所以呢，我觉得真心的想要请教对方，对方也能够因此感受到说我是真的敬佩他的能力。而这个过程呢，我也能够获得额外的成长，不是只是单纯的利他而已。好的，那既然说到岩田聪在人际经营的这些特点，那我们呢好像也可以再来延伸聊聊他几个我很喜欢的做事方法还有人格的特质。首先呢，在面对新挑战的时候，岩田聪有一句名言，就是程式设计师不可以说 no。那虽然这句话常常被误会他会不会是那种惯老板不准员工休息，做不出来也要做出来？但是呢，他在书里面就有澄清说，他说出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希望大家在做事的时候都先预设这可以做到。换句话说，如果在执行之前呢，就碍于这件事情之前可能没有人做过，所以也不想挑战，直接说 no 的话，那事情就真的不会发展下去，也不太可能有什么破坏性的创新。比如说我在书里面呢就有提到 Wii 游戏机的开发故事。那个时候任天堂的目标呢是想要做出一款让平常不玩游戏的人都能够打破对于游戏的负面印象，甚至一起加入来玩的全新产品。然后他们观察到大家普遍在家里呢都会有电视，而且平常没事就喜欢打开电视，所以团队呢就会想要把这个游戏机呢也做得跟电视一样，让民众随时都可以开起来玩。而且为了模拟大家都会用遥控器来转电视他们也特地呢把这个 Wii 的摇杆设计成长方形的棒状，跟电视的遥控器一模一样。那么说到这个 Wii 对于游戏产业最大的贡献，其实就在于它从根本改变了我们对于玩游戏的想象。就好像以前的游戏常常都是你要坐在电脑前或是玩掌上型游戏机，但从 Wii 出现之后呢，大家开始用体感来玩游戏，一方面创造了新的游戏体验而且呢你在动来动去的同时也有益身心健康。
就类似这个样子呢，岩田聪在带领团队开发的时候，都会鼓励大家不要画地自限，尽量的去挑战创新，这点我就觉得蛮佩服的。那再来书里面呢，还有提到岩田聪非常重视回馈的能力，他觉得一件事情呢要可以做得好，甚至持之以恒的做下去，我们就必须从中得到回馈，也就是所谓的成就感。就像是在设计游戏的时候，要让玩家觉得有一定的难度，但又不会太难到破不了关，因为如果太难，他可能就会干脆不玩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一直从努力的过程当中找到乐趣，就会有动力追求更好的成果，把事情继续做下去，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那这点我也是非常的有感哦，毕竟我们频道做了这么久，我又常常是这个读稿机的角色，之前真的会读考读到怀疑人生，也感受不太到什么样的成就感。那在这种时候，我就转换心情，想到可以借由这份工作主动去拓宽眼界啊，认识更多厉害的人。比如说呢，我之前就有访问过配音老师，才知道同样是念稿，他们在声音的方面呢会有哪些的要求啊，情绪上面会有怎么样子呈现。那在知道别人的经验之后，我就可以再回头想想还有哪边可以进步。那有这样子的正向回馈呢，我就比较不会觉得自己在做的是一成不变的事情。另外，我们也蛮常呢会想要去尝试更多的新的东西，来创造新的成就感，像是发展不同的节目线之类的。好的，那再回到岩田聪这个人哦，最后一个我觉得一定要分享的是关于他的人格特质，就是他总是想要成为当事者。岩田聪提到呢，他一直都很享受当那个帮助别人、逗别人开心的角色，也很喜欢呢看到别人成功的样子。如果遇到别人有困扰的事情或是难以完成的项目，他都会想要掺一脚，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做点什么。就能曾经跟他合作游戏《地球冒险》系列的撰稿人呢，都在书中强调，他觉得岩田聪是一个以造福别人为一生志业，想要带给所有人快乐的人。那关于这点呢，我自己的感触是这种大家互助或者在稍微成功有资源之后，也能够帮助其他人的风气，真的是值得多多推广的。那虽然有些人可能会怕麻烦觉得这样子有点吃力不讨好，但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是觉得外面比我还有潜力啊、有天赋的人还有很多。那如果刚好有我可以帮忙的地方，我可以用配角的角色来参与这些厉害的人在做的有趣的事情。那虽然表面上面看起来好像是成就别人但实际上面呢，我也乐在其中，玩得很开心，好像就可以让整个环境变得更友善，大家都很幸福快乐，那就真蛮赞的。话说回来，我一开始其实是在无意之间找到这本书的。那个时候呢，原本是在找任天堂相关的书，然后就刚好发现了这一本。那在这之前呢，我对于岩田聪的印象大概只有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并没有太多的想法。不过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呢，我真的觉得他就是那种我会想要成为的典范之一。为什么说呢？是因为比起很多其他的伟人故事常常都会把里面的人物写得好像是天选之人，或是他们的经验都很难以被复制，很遥不可及。但岩田聪的故事呢，反而会让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如果我努力看看，也有机会可以成为的人。再加上呢，这本书的编排是编辑整理了很多关于他的小故事，还有语录集结而来的，读起来呢很轻松也很疗愈。我常常在工作觉得很累，或是对自己感到有点彷徨的时候，都会再拿出来重看，每次都会有新的感触。像是最近一次呢，在读的时候，我就看到岩田聪对于天才的定义是把或许没有人喜欢做的事情、嫌累不想做的事情，持之以恒做下去的人。那当然，这句话听起来很鸡汤但呢，这就会让我想到，我们频道从创立以来呢，就一直是日更。老实说，这真的是蛮累的。但在看到聪哥的这句话之后呢，我就有一种默默被他称赞的感觉，有一种好像被他跨越时空认可了，觉得蛮欣慰的。那总之，如果你也是任天堂的玩家，对于岩田聪的故事感到好奇，或是单纯想要读点轻松又能够拓展思维、增进自我成长的书，那这边呢就会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欢迎呢大家可以支持好书跟出版社好的，那最后呢再说回岩田聪这个人虽然聪哥呢早在2015年就先离开了，但是他对于游戏界真的有很深远的影响。而且他最让我感到佩服，同时也很好奇的是，岩田聪到底怎么可以人缘这么好啊？我的意思是说呢，他都已经当到了这么大一间公司的社长了，对内对外却几乎没有任何的争议跟负评，真的很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不过如果反思回我自己的话呢，我好像就没有想要成为零负评的这个要求，毕竟我们频道的性质被骂被质疑都是家常便饭。但是如果是对于那些跟我们有合作有实际互动的伙伴，那我是蛮希望自己也能够跟岩田聪一样，成为一个让大家感到安心信任的角色，平常有趣好玩的事情也都可以想到我们，然后找我们一起来玩。好的，那这集的最后呢，也想来问问大家，你听过岩田聪这个人吗？有，聪哥真的超亲和的，好喜欢他。B 有听说过，但不知道他原来这么厉害。C 没有，今天呢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人。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岩田聪如是说。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陪玩师以及台湾游戏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